我觉得就是砧板上的这一眼，让我决定做这家店。15岁到29岁，我都在餐饮服务业，中餐、西餐、海产店啊、泡沫红茶店我都做过。SARS 那时候我做2个餐厅，那时候我是店长。提离职的时候，老板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因为他觉得我在那边做得很好，也做得很开心。可是那时候我心里面其实就有一个小小的声音，觉得我应该要试着去做别的。后来我就挑战了业务，做了10几年。18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在中国某个城市，那我有2个非常好的姐妹，我很无聊，我就会一直敲她们，跟她们乱哈拉，然后她们就说：“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办了这本书的读书会。”他们每一次都直播，远在中国的我回到酒店，我就认真的打开直播，然后就坐在我的饭店，我的床旁边洗好澡，就开始在那边戴耳机听。一听的时候，我惊为天人，我想说怎么把这本书讲得这么好？那我就彻底的开始执行了里面的教导。那当和尚遇到钻石，葛西老师说有10个美德，那第一个美德就叫做保护生命。接下来我既然已经学习了，如果我假设我生命当中接下来的每一天，我赚的每一分钱都跟保护生命有关，那我觉得哇，那不是创造一个很大的善种子吗？因为我在2019的时候回到台湾才1个月，那里就封城了，所有的同事全部都因为肺炎的关系，连妈妈生病什么都没办法回台湾，我不会再过去，因为我妈妈年纪也大了。我以前的老板就说：“你干脆就留在台湾，开一家店好了。”我说：“我想要做素的。”他们就说：“为什么？素的很难做又没有每个人都吃素。”在中国的时候，因为我是业务讲师，飞到每一个城市的时候都会被招待。我在一个野味店，跟一群高官大老板一起吃饭，那我就被当地的这一个最大领导人带去厨房，他也很客气，他说：“冯老师啊，您来看看，看你喜欢什么，我们厨房所有东西你都可以点。”那一天呢，满地很多笼子装着的生物，看不懂的鱼一大堆这样，我就斜眼瞄到旁边有一个砧板，那个砧板大概这么厚，就是很像我们台湾剁烧腊的那种砧板，我就瞄到一眼，感觉是一个4肢全部被脱完毛，然后被穿烫过的一个有手有脚的生物躺在那个砧板上。我不知道为什么当下我内在的第一个连结就是很像婴儿，我就不敢看，我都不敢看了。我觉得我很伤心，而且我真的被吓到，所以在那1个月我就几乎都没办法吃东西。我到处都喝酸奶，不然就吃水果。然后去到宴会的时候，不管他们夹什么菜，我都只吃青菜。就像我开这都没有标榜我是素食餐厅，可是有一些人他看到你写素，他有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他是连走都不会走进来。可是因为让我想想，在小巨蛋有4.9颗星的 Google 评价，所以呢也完成了我当初设定让我想想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个荤食者，他可能除了初一15之外，他可以多吃5次素。只要他经过小巨蛋，他一定会来找我。希望让更多的荤食者能够多吃几次，并不是很严肃的哦，你一定要吃素，你才是好人，还拯救世界。No， 不是的。你任何你心里舒服的状态下，你想要的时候去做，我相信那是更好。且后来我遇到的这个顾问。那我蛮感谢他，他协助我来开发。我升级成变全素之后，他常告诉我，他是一个对食材相当要求的人，所以我能够很有信心的来让我的客户知道说，哦，他们所吃下的每一口东西，它是如何生成的。开始筹备的时候，结果没想到疫情再来。2021迎来台湾的第一次台北市的餐厅不能内用，
我常跟客人讲说，你想象哦，你在台北这个寸土寸金、贵山山的地方，结果你开了一家店，第8个月的时候台北封城，是你压力大不大？我觉得太震撼了，真的很不容易。台北很有名的永福楼，然后很知名的连锁餐厅，挂了一片，倒非常非常多。那客人常跟我说：“你真的很厉害。”我说：“不是我厉害，是因为我还借得到钱。”那时候我认识一个对我非常非常好的客人，一个姐姐，她吃素，吃全素，她就从那个巷子这样缓缓的走来店门口。那时候大家风声鹤唳，她戴着口罩，她就说：“妹妹，我今天来外带，你要加油哦。接下来我们都居家上班，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再过来这边。”然后他就拿出一个红包给我，希望我可以撑下去。我跟你讲，那个你都不会忘记的，太感动了。刚好我生日的那一天就是宣布封城，然后我坐在这里，整个看出去都空旷这样。然后呢，就我的好朋友就透过快递寄蛋糕给我。就帮助我们的人很多啦，所以如果我没这些人，我看我早就把铁门关起来，早就收了。这边我要谢谢白永嘉医师，他的脸书我都有在看，虽然我不认识他。那我常看他的文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我很感动。他就刚好发了一篇文说，松山区有一个火锅店的老板娘发起餐饮业者一起送爱心来支持医护人员。源自于他自己的妹妹，就是第一线的医护人员。那时候很严重，所以妹妹不敢回家，又穿着防护衣，然后妹妹又瘦了很多公斤，她觉得很心疼，她觉得她一定要为医护人员做些什么，所以她就号召大家一起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去底下留言说我要参加。然后那时候我2个好朋友打电话祝我生日快乐，我就在电话里面跟他们说，捐个30-50份应该是可以的。因为他们知道我是贷款，想说你知道能撑得下去吗？你居然还去捐餐，所以我就觉得说，你那时候恐惧还是愤怒还是伤心还是难过还是紧张都没有用啦。那你就找一个东西是你可以做的，你做了心里会舒服一点嘛。就是他讲的给嘛，我们如何在我们的心事里面种下正确的名义嘛。所以那时候想说我就去做吧，结果没想到这2个朋友居然就过一会就说你的账号给我，我们很感动。因为我们以前做业务人脉都很好，大家积极进取，又都在很多的课程里面一起相处。其他单位拿去捐，他们好像都不是很放心，他们想说还是汇钱给你，请你出餐给这些医护人员。我朋友说，他们相信你，没问题的。就从这2个朋友的眼神开始，总共200多个人汇款给我。有一个人他是一个英文老师，也让我很感动。他跟我说那时候他完全都没有课可以接了，可是他好想要支持我，他就LINE Pay给我100块。然后他时间一到的时候，他就会说，我最近可能比较有收入了，我也想要再参与这件事情，又打钱给我。他一直把它放在心里，他给了我6次。你感不感动？个穿着义消衣服的大哥就停下摩托车，然后安全帽也没拔，穿着背心就走进来，在我柜台瞪几千块，给了我5次，每次都给1000块。最后一次我刚好站在这里跟我朋友讲话，我说大哥，他说你不要问我，没关系，都是要给你啦。我说啊，你给我拜托，我真的想要知道你姓什么，我也不会去跟别人讲，我只是觉得我很谢谢你这样。他就说好啦，我姓林啦。我说好啦，林大哥，拜拜。然后他就走了，可不可爱？有一天的晚上，大概是6点多，然后有一个大概180几公分的男生走进来，瘦到不成人形的瘦，然后站在我的柜台前面这样，请问你是不是有在给爱心餐？一直发抖，嘴巴一直发抖，然后眼睛都不太敢看我。我就看了他一下，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怎么知道？”因为我都没有贴，我虽然对他点头，可是我还是在看他。
我们讲佛法，讲的布施啊，我觉得在那一刻，我是有所挑选的，我的分别心是有的，我对他有点抱歉，其实，我就说好，那你等一下，我进去帮你做饭，然后他就说可以给我2份吗？因为我妈妈也好几天没吃饭了，我就说好，那我就进去做饭，然后我就倒了2杯豆浆，拿给他，他这么高，然后就这样对我敬礼。他走的时候，我就蹲在里面哭了1个多小时。不过我还是谢谢他走进来，我们还会寻求其他的方式来做。那这当中，我觉得我得到的很多。我常跟别人讲说，我没有觉得我当时是多有爱心想要做这件事，只是觉得我到底能为他们做什么。就我那时候的起心动念很简单。可能就是因为我这么单纯的想，这么多人给我钱。现在我店里面配合天母的蛋糕店的姐姐，她就说她还想要出一份力，他们下了一大车的东西寄到我的店里。然后也有很多年前一面之缘的业务的时候，然后她在中南部，他们家是一个很有名的米的厂商，传讯跟我说，我爸爸说觉得你做这件事情做得很好，想要捐米给你。在那时候我最低潮，然后房租都管理费4个月都没付的时候，有人问我说，如果时光回到想要开这家店的时候，回到那个时候我会开吗？我说会，我哭着说会，我说会，一定会。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太精彩了。有一些事情呢，如果你真的想了很久，就去做吧。那就算遇到困难，那怎么样？我觉得至少你没有白活，你就是去做就对了。如果你没做，你每天午夜梦回醒来的时候，你在想的都是后悔，都在想为什么我没做。所以不管会遇到任何困难，不会比我还困难的啦，就做就对了。